今天我们要揭开一间超市从庶民之光变成包皮超市的离奇转变。这家号称实在真便宜的超市全联福利中心，过去以低价策略深得人心，甚至推出过全联经济美学的广告来塑造平民超市形象。然而短短几年后，许多人却怒喊它是吸血鬼超市，认为全联无所不在地薅消费者、员工和供应商的羊毛，一连串的标价乌龙、重量疑云、血汗劳工传闻，再加上垄断市场与供应商哀号的消息，把全联推上了风口浪尖。甚至网络上还发起了断联行动，号召全民与全联断绝关系的抵制运动。一家超市怎会惹出这么多争议？台湾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会是否在放任一头连锁巨兽做大？今天我们就深入综合的探讨全联这一连串风波的前因后果，看看到底全联吸血还能有多扯，抵制行动又能否撼动这零售巨魔。首先我们从近期疯传的标错价事件开始说起。11月下旬，一张离谱的商品价签照片在网络上炸开了锅。全联的哈密瓜贴着一张价格3465元的标签，3000多元买一颗哈密瓜，这简直像在精品超市买高级进口水果。许多网友看到照片直呼是在卖金箔哈密瓜吗？也有人质疑全联是不是标价系统出包，怎么会出现如此夸张的天价？事情闹大后，全联赶紧出面澄清，表示这不是店员贴错，也不是系统出错，而是有顾客在生鲜自助称重区恶意输入错误品名和价格，把哈密瓜故意当成高价苹果来列，印标签贴上去，再拍照上传社群，误导大众。换句话说，那张价签是恶作剧造成的乌龙。全联事后强调并无真正售价3465元的哈密瓜。虽然这起事件被证明是一场恶搞，但已经在消费者心中种下阴影。全联的价格标示到底靠不靠谱？为了挽回信任，全联对此公开道歉，表示将深切检讨价格标示管理，并宣布未来门市全面改用电子价签，减少人工标错的机会。然而这起哈密瓜事件只是导火线之一，更大的假特价疑云其实早在网络上发酵多时。所谓标价不实与假特价，指的是消费者发现全联的促销标示常常有玄机，有时标榜特价，实际结账价格却和原价一样，甚至更贵。例如有网友分享在全联结账时差点被坑，柜台旁陈列的一款商品牌子写着买一送一，特价49元，他以为花49元可以拿2件，结果结账刷出来总额118元。幸好这位顾客平常就耳闻全联假特价的传闻，结账后立刻当场查看发票明细，发现不对劲，当下提出质疑，店员这才改口调整价格。还有家长带孩子买电蚊香补充瓶，看到标示写单瓶价199元，2瓶组合价279元，以为买2个比较划算，结果结账却发现根本没算到优惠，是2瓶各算原价，等于白贴钱。如果不是当场看收据，根本不会发现自己没拿到应有的折扣。这类促销误导或标示错误的案例在社群上被越传越多，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许多全联常客现在养成习惯，结账完一定盯紧收据，逐行核对，生怕有任何标价不符或折扣没扣的情况。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逛全联庞佛进了大型解谜现场，标价和实价之间像在玩猜猜乐，不仔细看账单就等着被坑钱。到底全联是粗心大意还是存心不良？消费者开始对这家号称平价的超市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接下来一桩重量争议又把全联推上新闻版面。事情源自一篇网络爆料，全联的肉品标示净重298克，但带回家一称只有207克，少了将近30%。这则夸张的投诉迅速引发热议。原来一位细心的顾客在全联买了预先包装好的肉品，包装标签上印着净重298克，他出于好奇用自家的电子秤复称，结果大吃一惊，连同包装盒一起称，居然只有约207克。也就是说，扣掉盒子重量后，肉的实际净重比标示足足少了接近30%。为了确认不是自己称坏，他又买了另一盒标示净重256克的肉，一称发现也只有大约218到219克。
少了超过1成，2盒都严重不足称，让他不禁质疑，难道全联真的偷斤减两骗人好久了吗？这项爆料被张贴在论坛后，引来上千则留言讨论。许多网友表示，过去也隐约觉得全联某些商品分量看起来不太够，只是没证据。如今一看，数据实锤，直呼果然全联不老实。也有人气愤地称全联是诈欺的烂店，重量都造假。一时间，全联肉品偷重量的指控闹得沸沸扬扬。面对质疑，全联很快做出回应。据爆料者后续说明，他的家人已经将问题肉品拿回门市反映，全联当下退还了款项，道歉并解释，这起事件是肉品包装流程出了问题，而且那批肉品并非该门市人员自行包装，可能是在上游加工或委外包装时出了差错。换言之，全联暗示这不是门市故意短称，而是供应链包装环节的失误。全联也表示愿意接受主管机关调查，并欢迎消费者对重量有疑虑时向门市询问处理。虽然官方说法是个案疏失，但一般消费者哪分得清谁包装的，只知道自己在全联买到少3成肉的离谱产品，许多人心里犯嘀咕，这真的是偶发个案吗？会不会还有其他商品重量短少，只是我们没发现？谣言甚至传开，以后去全联买肉要不要自备电子秤？虽然也有人理性指出，传统市场早年也偶有缺两短两的情况，全联这次或许只是倒霉碰上包装失误，但在近期连环争议的氛围下，大众更倾向相信这是全联长期以来精心算计的一部分。价格有疑虑，重量不老实，全联给人的信任感持续走低。就在大家对全联的商品标示和诚信产生怀疑时，又一桩支付安全风波把矛头指向全联的数位服务。全联近年力推自己的电子支付 APP 全支付 PX Pay， 号称已有将近700万用户，许多习惯在全联买菜的家庭主妇、小资族都下载了全支付，用它来绑定信用卡、累积点数，甚至和外送平台串联，非常方便。但方便的另一面却在去年11月初暴露，许多用户惊恐地发现自己的信用卡被连续盗刷。一位苦主描述，他把信用卡绑定了全支付，又透过全支付和 Foodpanda 外送平台联动，结果某天账上突然出现20多笔莫名扣款，总额近8万元，短短时间内被刷爆卡，庞佛钱被吸血鬼一口气吸走。这位用户吓得立刻通知银行冻结卡片并报警求助。然而事发后，他发现不论全联、发卡银行还是 Foodpanda， 一开始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或解决方案，款项一时也追不回来。与此同时，网络上甚至谣传暗网出现全支付的资料库，让人担心是不是全支付的用户资料外泄，系统被害。全联方面在11月上旬紧急发布声明，四处灭火，强调全支付系统运作正常，绝无个资外泄。暗网资料库的传闻也是拼凑错误资讯的假消息，但用户们已经人心惶惶。短短几天内，关于全支付遭害的讨论充斥社群。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管会也要求全支付营运方，也就是全联关系企业提交报告，说明事件经过并检讨治安风险。直到后来金管会调查结果出炉，才厘清真相，原来那些所谓盗刷灾情不是骇客攻破系统，而是典型的钓鱼简讯诈骗。诈骗集团趁全联进行业务推广或系统更新期间，大量发送伪装成官方通知的简讯给用户，诱导点击假网址。许多用户误信，在假网站输入了全支付账号、密码，甚至一次性验证码 OTP， 结果等于把自家保险箱密码交给了歹徒。骗徒拿到这些资讯后，便能假冒用户把全支付跟外部平台或自己的装置连结，然后疯狂刷扣款项。据统计，这波钓鱼诈骗至少造成39名用户受害，合计被盗刷新台币340万元。由于款项多已被转走，事后追讨非常困难。这虽然严格说来是诈骗集团的犯罪行为，而非全联系统被入侵，但不少人质疑全支付的安全机制是否足够。为什么绑定新装置或新服务时没有更多防范措施，导致诈骗者得手？而且事件爆发时，全联的讯息透明度也饱受批评。
起初用词闪烁，只说系统没事，把责任推给谣言，没有立即清楚地提醒用户，可能是你遭遇钓鱼诈骗了。金管会后来提醒大众， OTP 验证码就像金库钥匙，千万别在可疑网站输入。这些资讯其实全联也能及早公告教育消费者，然而全联当时显然忙于撇清责任和止血，沟通上未能先安抚受害者的情绪，导致许多人对全支付乃至全联品牌更为反感。试想，一家强调便利与数位化的超市，却发生顾客绑定的信用卡被盗刷的事件，无论技术上是不是他的错，消费者心理上都会觉得在全联消费不安全。这场支付风波重创了全联辛苦经营的数位信用，加上前面提到的标价和重量问题，一时之间全联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任度正迅速瓦解。如果说坑消费者的钱已经让人生气，那压榨自己员工的血汗更让人无法容忍。全联近期还被翻出多起劳工争议，最著名的是一件发生在8年前的悲剧，2017年的劳动节。没错，劳动节那天，台中全联北屯2店的一位资深员工罗玉芬，在卖场工作时突发颅内出血，倒下昏迷，送医抢救7天仍然不治身亡。他年仅47岁，已在全联工作10年，家属悲痛欲绝，怀疑他是长期过劳导致的猝死。更愤怒的是，事发后公司对真相交代不清，甚至被质疑有隐瞒劳动记录之嫌。因此在罗小姐头七过后100日未到之时，家属联合劳工团体在全联门市前抬棺抗议，控诉全联是血汗企业。他们指责全联长期以来班表造假，出勤记录不实，把员工操到过劳却不留下证据。据说全联当时采取一种诡异的做法，让超时工作不留记录，例如利用机器人打卡或预先设定的广播提醒，在员工实际还没下班时就强制代打下班卡，让系统显示劳工准时下班，但其实人还在继续做事。如此一来，劳工每天白白多工作，却拿不到加班费，外人看班表也看不出超时问题。另外，罗小姐家属还说，公司明知她有高血压等健康问题，却在劳动节这天仍安排她进低温冷冻库搬货理货，高强度工作诱发脑溢血，等同是被工作给逼死的。这些指控当年引发社会哗然，许多人开始留意全联的劳动条件，有心人士甚至成立了抵制血汗全联的脸书社团，号召大家关注劳工权益，不要支持压榨员工的公司。面对罗小姐不幸过世，全联当时的官方回应是对憾事深表惋惜，会持续和家属沟通，但据传抚恤金问题迟迟没有达成共识。最终劳动部的职业安全卫生署曾介入调查罗小姐是否算职业过劳死亡，不过由于缺乏完善的加班刷卡记录，加上劳资协调没有结果，事件并没有一个令家属满意的定论。这起过劳死案件在媒体上延烧了一阵，全联的形象受损不小。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许多人逐渐遗忘了这件事。全联近年来则试图重新包装企业形象，自称打造幸福企业，强调员工福利与训练。然而内部员工的真实感受恐怕和官方说法相去甚远。今年网络上就有自称现任全联员工的人出来爆料吐槽。他说，全联门市经常出现一种景象，补货、理货只剩一个人，进货只有一个人，结账柜台有时也只有一个人撑场面。所以我们常常在卖场听到请支援收银的广播声此起彼落。为什么老是要广播别的同事来帮忙结账？因为人力严重不足，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疲于奔命。这位员工还透露一个内幕，有的分店为了冲外送服务的业绩，竟然要求店员自己用手机下单熊猫小时达，全联与外送平台合作的1小时速达服务来凑单量。也就是说，员工下班后还得花自己的钱在自家店里订购一些商品，让外送员跑一趟，再把东西拿回自己店里，只是为了把 KPI 数字做漂亮。这种荒唐的自购行为，如果属实，简直就是公司在变相压榨员工，粉饰业绩。再谈薪资与劳基法问题，根据台湾人力资源网站比薪水 Salary 上的资料，全联第一线基层门市人员的平均实领月薪不到3万元，这在物价高涨的今天并不算体面的收入。
毕竟全联的营业据点多在都市或人口稠密区域，以繁忙程度来看，3万不到的薪水难怪留不住人。另外，知名百万 YouTuber 志祺七七在今年9月分析全联争议时，也提到几项惊人的统计。全联是违反劳动基准法的常客，累计违规案件数在全台企业中高居第8名，而在出勤记录登载不实这项违规中更是位居榜首。也就是说，像罗小姐那种班表造假的状况很可能不是个例，而是全联系统性存在的问题。今年2025年最新的官方资料也显示，截至12月初，全联实业及其分公司在今年新增的6件劳基法违规处分，违规内容包含未给付加班费、发生职业灾害未通报等等，印证了外界对全联劳动条件的质疑。全联对外喜欢塑造幽默风趣、亲民的品牌形象，例如他们的社群小编常常发梗图，讲干话博君一笑。但现在不少基层员工表示，每当看到全联官方卖萌，他们心里就冒火。现实中生意这么好，人手却这么少，自己每天忙得要命，领的薪水又少得可怜，哪来的幸福感？可以想见，如果连内部员工都对公司怨气满满，那消费者对全联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谁也不愿意把钱花在一家可能压榨劳工的店，这样等于间接助长血汗。说完消费者和员工，再看全联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全联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捡便宜的形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上游厂商，也就是供货的品牌和生产者。全联这套模式有个专有名词叫寄卖制。什么是寄卖制呢？简单来说，全联卖场里架上的许多商品，其实不是全联自己买下来再卖的，而是供应商把货放在全联卖场寄卖。只有当商品实际卖出去了，全联才会付钱给供应商。卖不掉的商品过了保存期限，全联就退还给供应商或请他们自行处理。在这种模式下，全联等于做了一门几乎无本的生意，不需先花钱进货囤货，就能拥有满满的商品供顾客选购，售出了再付款。商品滞销卖不动的风险也大多是由供应商自己承担。寄卖制让全联压低了自身的库存成本和损耗成本，现金流压力也小很多，因而有空间对消费者开出较低的价格，做较多的促销。这正是全联一直宣称能物超所值的秘密武器。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全联省下的成本，最后其实都变成供应商的压力。一些厂商私下抱怨，跟全联合作就像借他们货架摆商品，但整条链条的每一段成本却都要我们自己吸收。上架要给费用，做促销活动，厂商要让利，商品需要冷藏运输，储存也是厂商负担。过期报废的损失常常也是厂商吞下，几乎所有环节的费用与风险，全联都巧妙地转移出去了。更甚者，全联在与厂商的合约与日常沟通中，还设有各种苛刻条款和罚款机制，其中讨论度最高的就是最惠客户条款。这听起来拗口的条款，其实意思是全联要求供应商保证他提供给全联的交易条件，尤其是进货价、折扣幅度，不得劣于提供给其他通路的条件。换句话说，全联坚持拿到全通路最便宜的进货价。如果发现别的通路卖得比全联便宜，就视同供应商没有把全联当最优惠客户，可能就会要求降价或补偿差价，甚至祭出惩罚。全联还有专人负责询价，到处监视市场价格。如果他们在其他超市、卖场或电商平台看到某产品比全联卖得便宜，马上就会要求供应商说明一下为什么别人卖更低，接着可能逼供应商调降给全联的批发价，或者在下次促销时提供更大折扣。否则，全联会认定对方没把自己当作最重要的通路伙伴，可能在隔年合约谈判时对该品牌不利，轻则取消一些优惠，重则砍单下架。供应商为了保住全联这个大客户，只能处处小心符合最低价原则。听起来好像全联在为消费者争取最低价，但实际上这种最惠客户政策对市场竞争是很不利的，因为它等于逼着供应商把全联的价格成本压到最低，供应商自己几乎没利润。而且如果别的通路想搞促销降价，也会遭到供应商抵制，
不敢卖比全联低，不然就要面临全联索赔差价的压力。长期下来，供应商利润被压缩，消费者表面上在全联享受低价，却也再难在其他通路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了。整个市场的价格弹性被扭曲。更惨的是，全联的罚则并不限于价格这一块。厂商透露，只要出现供货延迟、没及时补货、铺货率不达标，某商品应该摆满全联大多门市，但实际只有部分门市看到，可能被视为厂商配送不力，没有配合全联的档期活动等等情况，品牌都有可能被全联开罚。有些罚则白纸黑字写进合约，但也有些是潜规则，可能忽然通知你，这次促销你没达成通路条件，要罚款 X 万元，或者直接来一句，你的产品暂时下架处理。曾有食品厂商无奈分享他的经历，他们针对不同通路推出了不同规格的同款产品，以便差异化贩售，结果全联单方面认定那只是包装容量不同而已，本质上算同样产品，别处卖便宜就是违反最低价原则，于是对他们处以罚款，并无限期下架。这种横蛮的见解让厂商叫苦连天，但在全联庞大的通路势力前，又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不满意你可以走人，但走了就等于失去全台上千家卖场的生意，大多数品牌根本走不起。种种制度下，供应商的利润被一点一滴的蚕食。有食品业者算过一笔账，就算产品原本设定了约 20% 的毛利留给全联通路，也就是全联卖价比工厂出货价高 20% 左右，但经过上架费、行销费、回馈折扣、退货损失、各种后扣款，只销售发生后才跟厂商抽成或收费的费用，以及罚款之后留给厂商自己的净利可能不到 5%， 甚至可能赔钱。赚那么薄，却要承担高周转率和高风险，难怪有品牌私下抱怨，在全联累死累活，却几乎没赚头。然而，全联坐拥广大通路版图，厂商就算苦，也很难不配合，除非你有本事自己建立销售通路或很强的议价能力，不然只能任由全联规则予取予求。一位全联的供应商无奈地在社群发文透露，全年销出去才肯给钱，但却会以铺货不足为由罚款。我们公司曾经单月被全联罚了30几万元，钱还没赚到，反而先贴钱给全联。这种经历绝非孤立，只是平常厂商敢怒不敢言而已。听到这里，也许你会想问，我们的政府不管管吗？全联这几年在零售市场上势力越做越大，尤其2022年全联又并购了当时全台第2大的量贩卖场大润发，更是引发垄断的担忧。当时这桩并购案牵动广泛关注一个原本主打社区小超市的连锁，吃下大型量贩卖场之后，两大事业体结合恐怕独占市场。许多人忧心，大者恒大，担心全联加大润发会不会把竞争对手逼垮，将来市场只剩下一家巨头说了算，导致价格上涨，消费者权益受损。主管反垄断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当时倒是没有禁止这起合并，但也怕放虎归山，于是开出了7项结合附加负担条件，附带同意全联并购大润发。这7条中，第1条就是要求全联确实履行自己提出的各项承诺，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承诺便是禁止最惠客户政策。公平会明令全联不得再用其他通路的定价作为跟供应商议价的基础，不得要求更有利或同等条件。简单说，就是不准再搞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别人卖比较便宜就找厂商算账的把戏。当时全联也装得很配合，在对公平会的报告中声称已经将相关条款从供销合约删除，今后绝不采用最惠客户政策，公平会这才点头放行了并购案。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全联与大润发合体之后实力大涨，市占率直逼全台零售龙头。2023年全联加上大润发的合计营收据说突破2100亿元，门市加起来超过1200家，其中包含大润发量贩店20多家，其余都是原本的 PXmart 超市。遥想多年前，全联还只是默默无闻的福利中心小店，如今已俨然变身零售巨无霸。
与法国系统的家乐福分庭抗礼。在这种情况下，全联对供应商的谈判优势只会更强，不难想象它有多大诱因继续坚持最低价政策。果不其然，公平会并没有白纸黑字就相信全联的保证，而是持续监控他们的行为。2024年4月，公平会召开委员会会议，结果发现全联未履行当初并购时的承诺。他们调查后认定，全联实际上仍然透过要求供应商提供以其他通路定价折扣一定比例的方式来压低新品上架的价格，或是在促销档期透过比价跟价将通路间的价格竞争差价转嫁给供应商，甚至有部分合约里还暗藏违约金条款，供应商如果没做到价差一致就得赔钱。这些做法本质上就是在继续执行变相的最惠客户策略，完全违背了当初向公平会的承诺。公平会对此相当震怒，认定全联违反了公平交易法关于结合附加负担的规定，决议对全联公司开罚新台币2000万元。2000万元罚金听起来不少，但对一年营收2000多亿的全联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皮毛都搔不痒。果然，全联在被罚消息公布当天下午，只发出一份淡定的新闻稿回应，重申他们与所有供应商一向共好，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商品。所有优惠活动都是双方共识下执行的，言下之意，他们不承认自己有强迫厂商，而是你情我愿的合作。然而，公平会显然不吃这套官方说法，直接指出禁止最惠客户政策是为了避免不利市场竞争，提醒全联若再不改正，未来除了罚款，还可能祭出更严厉的处分，包括但不限于撤销合并许可、命令事业分割或转让股份等手段。全联这回被抓包违约，使得他在供应商心中的形象更加负面。当初公平会为了防止全联做大后欺压厂商，特地定这条规则，全联却口头答应，暗地违反，等于信用全失。难怪不少供应商私下抱怨，全联是连政府都敢骗的大魔王，我们小厂商哪惹得起。更让消费者不满的是，有人发现全联在并购大润发后，立刻对大润发原有的一些平价措施痛下杀手。大润发原本有许多自有品牌商品，价格比一般品牌便宜，深受家庭主妇喜爱。但在并购完成后不久，这些便宜又大碗的大润发自有品牌产品竟悄悄从货架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全联自家的品牌商品，或是其他更贵的替代品。网友怀疑全联此举是为了消灭平价竞争品，好让自己掌控价格话语权。一位常逛大润发的妈妈抱怨，以前在大润发买的某款平价卫生纸，现在找不到了，只剩下全联自己代理的品牌，价格贵了一截。全联根本是在慢慢哄抬物价，让大家习惯东西变贵。这番话道出了很多消费者的担忧。当市场选择变少，竞争变小时，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被温水煮青蛙，接受了更高的日常开销。从标价争议到垄断疑虑，全联正一步步从昔日那家替大家省钱的好邻居，变成一个被怀疑在操控物价的垄断者形象。种种事件累积下，终于在去年年底引爆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全民抵制浪潮。风暴主要酝酿于新兴社群平台 Threads 上。11月起，不少网友接连发文控诉全联的种种恶行，甚至总结出全联5大罪状，号召大家不要再去全联消费。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篇帖子，把全联的问题浓缩成5点。其实我们之前都提到过了：垄断市场、假特价与标示不实、全支付遭盗刷与治安堪忧、违反劳基法苛刻员工，还有食安事件处理不当，例如贩售含芬普尼残留的问题鸡蛋却未及时通知回收。帖子作者激昂地说，全联这样的企业已经从庶民超市变成万恶巨头，断联护台行动正式启动。所谓断联，就是与全联断绝来往的意思，用词相当巧妙，也充满怒火。这篇贴文获得了惊人的共鸣，短短1个多月内浏览次数超过433万，转发分享2万多次。许多人在留言响应，今天开始不去全联，换别家买，钱要花在有良心的店，抵制血汗垄断从我做起。可以说，网络上已经形成了全面杯葛全联的声浪。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全联一开始采取了相当强硬的姿态，他们对外发出声明，称近日网络上的相关言论未经查证且并非事实，已严重损害公司声誉且误导大众，强调法务部门已经针对网传讯息截图存证，将采取法律行动，并严正呼吁大家勿再传播不实讯息。这封措辞严厉的声明一出，非但没平息众怒，反而火上浇油，许多网友更气了，怒斥全联出事只会发律师函，欺压消费者，不思检讨，反而威胁顾客。甚至有人解读全联这副嘴脸为全禁评，讽刺全联想全面禁止负评的傲慢态度。眼看局势难以控制，全联的公关策略也赶紧转变，他们停更了官方脸书和社群上的日常贴文，不再发搞笑内容，以免再被灌爆嘲讽。这种试图降温的做法却被一些媒体评论为适得其反，因为全联迟迟没有对核心争议做出积极改善的承诺或具体说明，空白的几周反而让外界有更多想象和议论空间。直到12月中，全联高层才低调释出讯息，表示将检讨内部流程，加强员工教育训练，并愿意与劳工团体对话等等。但这些补救声明淹没在铺天盖地的负评中，没有激起太大水花。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断联行动究竟有没有对全联造成实质影响？抵制的呼声虽高，但能成功吗？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要衡量抵制成不成功，可以看全联的业绩或客流有无明显下滑。据目前初步的市场观察，在抵制声浪最高的去年12月，全联的确出现一些客流转移的迹象，有些原本固定在全联采买的年轻族群，开始选择去附近的家乐福超市、Costco 量贩店，或干脆改在网购平台下单，把全联冷处理一下。有超市同业私下透露，最近他们的新会员数有显著增加，推测可能是从全联那边叛逃过来的顾客。但另一方面，全联在全台的据点实在太多太广，而且深入很多社区巷弄，是许多家庭日常采买的便利选择。特别是中高龄的消费者，可能对网络上的风波不甚了解，或者就算知道也未必愿意改变多年养成的采买习惯。因此全联的核心消费族群目前似乎没有出现大规模流失。统计数据显示，全联每日的交易笔数并未暴跌，毕竟线上喊抵制很容易，但实际做到不逛附近的全联却有门槛。当你下班回家肚子饿，楼下刚好就是全联，你真的能绕远路去别的超市吗？当隔壁邻居阿姨还在全联买得开心，你愿意多花钱上别处吗？对许多人来说，情绪上的抵制是一时的，生活中的便利和荷包考量却是长期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抵制全无作用，至少全联这次确实尝到了舆论反噬的滋味，企业形象严重受损。在信任崩盘的情况下，就算短期营收未有巨变，长远来看，全联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年轻世代客群的流失和品牌忠诚度的下降。要知道，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企业的道德与诚信越发重视，他们愿意为理念埋单，也勇于用钱投票。如果全联不痛定思痛，未来这批消费主力很可能转向其他选项。更何况，台湾零售市场并非全联一家，外有强敌，内有变数。近期有日本平价超市品牌进军台湾，电商持续崛起，家乐福等竞争对手也伺机扩张。全联若因形象不佳而烧录破绽，别人可不会客气。可以预见，为了挽回口碑，全联接下来恐怕得有所行动，譬如调整标价策略更透明，改善员工待遇，减轻厂商负担等等。如果他选择一意孤行，觉得反正我地盘大，不怕你不来买，那真的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消费者的耐心一旦用尽，转身离开后就很难再回头。这场全联风波也给所有大型企业上了一课，不能只顾扩张和获利，忽视了对消费者、员工与合作伙伴的基本尊重和透明。一旦信任危机爆发，再华丽的行销和公关话术都难以补救。就像全联过去爱用幽默方式与大众互动，建立庶民好友形象，但当大众发现你背地里可能在当吸血鬼，那曾经的好感会转为强烈的被背叛感，反而加倍愤怒。在资讯发达、社群力量强大的时代，
企业任何疏失和恶行都藏不住，终究会被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而当企业从挑战者变成市场霸主，更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公众对你的期望和要求也水涨船高。全联目前正处在这样的关键转折点，它既创造了零售版图上的大全联时代，也滋生出了自己的傲慢与脆弱。公平会会不会祭出更严厉的手段？政府该不该介入保护供应商与消费者？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如果全联持续不改变作风，未来不排除主管机关会有新的监管措施，例如针对大型连锁超市的寄售制度、通路竞争行为制定更明确的规范。毕竟，保障自由市场竞争和维护消费者利益是政府的责任。一些学者专家也呼吁，公平会不应只在合并审查时开条件，事后更要积极监督，定期追踪这些连锁巨头的行为，否则附加条件形同具文，让大企业钻空子，仗势欺人。回到消费者这边，抵制会成功吗？或许我们很难期待全台湾的人都不去全联，但可以肯定的是，全联过去那种近乎溺爱的支持度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大家对它多了一分警惕，多了一分比较心。买东西前多看价标，买完一定查账单。有别家选择时，不妨货比三家，甚至开始思考，与其便宜几块钱买到心里不踏实的商品，不如支持那些愿意善待员工、诚实经营的商家。消费者意识的抬头，本身就是市场健康的表现。全联会不会因为这波抵制元气大伤，我们还需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毫无争议、轻松收割好感的日子。庶民超市的光环已经暗淡，取而代之的是巨兽般的阴影。全联必须花很大力气，才能把自己从吸血鬼的刻板印象中拉回来。最后，我们也期待看到全联真正的改变。企业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不认错，死不悔改。一家企业能够壮大，自有其过人之处。全联曾经为台湾零售带来过创新模式和实惠价格，这点应予肯定。但如今时移世易，民众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负责任、更友善的全联对消费者公开透明，不玩花招，对员工尊重照顾，不再血汗，对供应商公平相待，共享成长。只有做到这些，全联才能重新赢回民心，继续稳坐超市龙头的位置。否则，在这资讯流通快速、消费者有选择权的时代，再大的企业也可能一夕倒下。断联行动敲响的其实是全联自我革新的警钟。至于全联能否痛定思痛，摆脱包皮超市的恶名，我们拭目以待。消费者手中的每一块钱都是选票，谁真正为我们着想，我们就投给谁。全联，请拿出行动来证明，未来的日子，你要做的是良心企业，而非贪婪巨魔。